何文田站上蓋項目一期平過一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olly。新盤延續低價開盤嘅策略啊！何文田站上蓋嘅朗然峰首批尺價唔到2萬蚊，樓價重返8年之前嘅價位。首批單位嘅質素係點樣呢？揀樓嗰陣有啲咩要留意呢？今集就嚟分析一下。大家有咩睇法都可以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嘅非禮券。另外啦，都提大家記得 subscribe 28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何文田站上蓋一共分咗2期，朗然峰係何文田站第1期，由英軍同港鐵合作發展，加埋有990伙。項目一共有5座，又再細分做2期，關鍵日期係2025年3月，樓花期大約11個月。先講2A 期，包括第1到第3座，一共有418伙，涵蓋2房到4房間隔，以大單位為主。而2B 期，亦即係第一張價單推出嘅期數，包括第5到第6座，一共有572伙，有比較多細單位，最細由1房起步。朗然峰作為鐵路站上蓋項目，最大特點係有專屬升降機，直達何文田站 A4 出口。呢個站集結咗觀塘線同屯馬線，要過海嘅話，可以搭一個站去到紅磡，再轉乘東鐵線。至於發展商英軍，過往做酒店同商場為主，對上一個喺香港發展嘅住宅項目係朗圖，今次朗然峰嘅示範單位亦都擺在旗下嘅旺角朗豪坊。事實上，朗然峰嘅發展歷程都幾一波三折㗎。項目最初喺2016年推出招標嗰陣，原先係由高銀為首嘅財團奪得，其後全數權益轉賣咗俾主席潘蘇通，而英軍喺2021年2月取代陷入財困嘅潘蘇通接手項目。朗然峰首批115伙，折實平均尺價係19,988蚊，唔單止比舊年3月到5月推出另一個何文田站上蓋新盤如一，至少低近2成，亦都比隔離嘅二手天鑄低咗2成2。今次朗然峰嘅首批尺價係繼浩田之後，同區近8年以嚟最平嘅新盤。扣除最高1成8嘅職工折扣優惠，根據我哋嘅28 House App， 首批折實尺價介乎17,700幾蚊到23,800幾蚊，折實樓價介乎大概688萬到1,849萬，全部都係6A 同6B 座嘅單位。至於項目成本方面，當年高銀投得地盤嗰陣，每尺補地價金額係8,400幾蚊，另外要直接出一口價競投。其後英軍接手，由向金門批出嘅建造合約見到，每尺建築成本大概4,500幾蚊，估計未計前期成本之前，每尺嘅成本價至少要13,000蚊。相比之下，首批定價唔算進取，不過亦都唔稱得上係樓盤最優質嘅單位。皆因全數嚟自2B 期第6座，集中喺20樓或者以下嘅中低層單位，主要面向忠孝街同埋天鑄，唔係樓盤嘅一線景觀。而且以細單位為主，115伙入邊有74%都係1房到2房間隔，而主打大單位嘅2A 期，第時更加有機會以招標形式開賣。見到首批未有推出比較貴重嘅單位類別，營造低價開盤嘅效果。首批涵蓋1房到3房，入場1房折實樓價大概688萬，喺借盡9成按揭之下，月供3萬蚊鬆啲，月入要求係61,500幾蚊。至於2房入場價大概999萬，月供44,600幾蚊，月入要求係89,300幾蚊。3房單位因為啱啱超過1,500萬，以貸款額上限1,200萬咁計，月供超過58,000蚊。買嚟收租嘅話，參考天鑄尺租50蚊咁計，估計朗然峰嘅1房月租去到34,400蚊度。喺未扣除管理費之前，租金回報率有6厘，高過大市水平。不過要留意，估算只係用入場單位去做計算。先講第一張價單推出嘅2B 期，以1房同2房為主，加埋佔咗超過7成，面積都算中規中矩。1房由377到388尺，2房就由400幾到500幾尺不等。
嚟到2A 期先至會有大兩房嘅開則，最大去到685尺。呢一期以大單位為主，3房就佔得最多啦，實用面積介乎725到994尺。對1房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得2B 期可以揀。第一張價單推咗44間，折實樓價由大概688到788萬，全部都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得5A 座 C 室同6A 座 E 室係光廁，係比較可取嘅選擇。不過示範單位就以6B 座20樓 C 室做藍本，唔係光廁嗰兩處，實用面積388尺，折實樓價大概714萬，折實尺價大概18400幾蚊。一齊入屋睇睇啦！長型大廳唔計玄關，有大約180尺，開則四正，而且樓層高度去到3.3米，高過一般嘅3.15米。玄關位置做咗入場儲物櫃，係中空嘅設計，上下都有層架。隔離就係廚房啦，上下兩邊都有櫥櫃，有唔少收納空間。面板採用深灰色嘅石紋設計，同一般新盤以淺色做主調有啲唔同。配備咗一系列嘅德國品牌 Miele 家電，包括電磁爐、抽油煙機、蒸焗爐等等。雪櫃有2格，容量合理。另外洗衣乾衣機就用上另一個歐洲品牌歌爾。以1房單位嚟講啦，呢個廚房咧做咗個 L 字形嘅工作台面啦，其實咧備餐空間都算充裕㗎。多咗備餐空間，變相就有機會犧牲咗一啲擺家私嘅地方。因為廚房咧其實都佔據咗成個飯廳嘅好大一個部分啦，咁如果擺餐台嘅時候又唔想遮到進出單位個通道啦，咁好大機會咧就要擺前少少，咁亦即係電視機櫃側邊呢個位置啦。嚟到客廳，鋪咗複合木地板，闊超過2.6米，兩邊牆身都有電掣位，可以靈活佈局家私。盡頭相連露台，連埋工作平台同冷氣機平台，係3合1嘅設計，有38尺。跟住入嚟廁所參觀下啦，結合日系同北歐設計風格，除咗儲物櫃以木色為主之外，企缸亦都鋪咗木紋磚。廁所咧係一個客套兩用嘅設計，咁由客廳入到嚟之後啦，打開呢度趟門咧。咁其實就可以通返出去主人房嗰邊嘅，所以去廁所嗰陣啦，就記得2道門都要閂埋啦。所有嘅1房單位都係呢一種設計，做到套廁之餘，有朋友上到嚟嗰陣，亦都唔需要經過間房先至入到廁所。最後睇埋主人房啦，有大約65尺，夠擺雙人床同衣櫃，不過擺起上嚟都有需要留意嘅地方。因為主人房咧做咗一啲減音措施啊，咁所以如果擺床嘅話咧，就要預留翻少少空間啦，唔可以貼住呢邊牆身擺。由於大部分嘅1房單位都係面向忠孝街，咁除咗向內圓嘅6A 座 D 室之外，其餘單位嘅客廳同主人房都有類近嘅減音措施。朗然峰夾埋2期有3/7都係2房單位，作為主打戶型，開則非常之多元化。其中又以開廚2房嘅伙數最多，有259間，實用面積由482到602尺，而緊廚就可以細分做3款，由525尺起步。開廚2房集中喺2B 期，第一張價單入邊有42伙，折實樓價由999萬到1202萬，大部分都係黑廁嘅設計。咁只係計2B 期嘅話，得5B 座 F 室同6B 座 F 室嘅廁所有窗。2房單位嘅開則，大部分都好似5B 座 F 室咁樣，2間房歸邊，同客廳同向，有光廁嘅開廚2房，去到22樓開始就會變則做緊廚，咁亦都解釋咗點解廁所嘅設計會同其他開廚2房唔同。至於緊廚2房方面，除咗啱啱講過嗰2處之外，2B 期仲有5A 座 F 室呢個選擇，不過就係黑廁，而且2間房斜對角咁擺，主人房凹咗入去，有機會影響採光度。大部分嘅緊廚2房集中喺2A 期16樓或者以下嘅單位，喺單邊嘅 DG 室，全部都係光廁，不過玄關位比起2B 期嘅同類單位就會大啲。至於2房連儲物室嘅開則，得2座 D 室同3座 E 室，集中喺16到26樓，2處都係黑廁，儲物室由廚房入去。
而兩房一套嘅間隔，成個盤得2間，分別係第1同第3座嘅15樓 D 室。主人房多咗個套廁，採用浴缸設計，而且係光廁。3房單位全部都係套房連工作間連廁嘅間隔。先講第一張價單推出嘅2B 期，折實樓價介乎大概1,500萬到1,800幾萬，不過部分係開廚，得5A 座 A 室同6A 座 AB 室係緊廚，而5B 座 A 室去到19樓或者以上都會轉做緊廚。至於2A 期嘅3房，全部都係緊廚設計，多數係睡房歸邊嘅開積，不過呢一期變積嘅情況更加多。買家如果對樓層有追求嘅話，就要留意啦。好似第一座嘅3房，集中喺15樓或者以下。由於平面圖製造到1層，想2個廁所都有窗通風嘅話，就可以揀返表格圈起嘅單位。發展商打造嘅3房示範單位都係光廁嘅開積，以一座7樓 A 室做藍本，實用面積有998尺。第一個單位啦，見到個玄關咧都唔細㗎，所以發展商咧都冇嘥到呢個位置，喺呢度啦做咗一組中空嘅儲物櫃，咁下面咧就可以擺一啲鞋啦，咁中間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擺一啲信啊、鎖匙咁樣嘅濕碎嘢。如果嫌副廁嘅鞋櫃唔夠擺，而家見到進出示範單位嘅門口都係一幅實牆嚟㗎，所以都有位裝得過。玄關出返嚟之後係長形大廳，全長7.7米，闊3.1米，加埋超過250尺。成間屋有2成半嘅面積都喺呢一度，空間感唔錯。盡頭相連嘅露台有34尺，同冷氣機平台合併。客廳盡頭咧就相連一個露台啦，咁如果打風落雨要閂埋佢嘅話咧，側邊都仲有一隻窗啦，可以打開通風嘅。咁因為成個大廳啦，其實都有翻咁上下大啊，所以飯廳呢邊咧都仲有一隻細窗，咁可以打開埋佢，起到一個對流通風嘅效果。飯廳呢邊如果好好佈局嘅話，都夠擺6到8人嘅餐台，同埋訂做一啲入牆到頂嘅儲物櫃。入嚟廚房參觀下啦，呈梯形，雖然有少少唔規則，但係勝在面積有返咁上下。廚房空間都幾闊落啦，就算做咗2邊工作台面啦，都仲剩唔少走動空間㗎。同一房示範單位一樣，以深灰色櫥櫃配搭淺色工作台面，不過嚟到3房單位，家電配備當然都有升級。尤其是係煮食爐方面，除咗可以明火煮食，仲有炒鑊專用嘅爐頭。另外亦都配備咗酒櫃，方便住戶收藏紅酒。廚房仲有一大隻窗，估計採光度都應該幾好。再入就係工作間啦，呢一度冇窗，不過就相連一個工作平台，有16尺，可以起到晾衫。入邊嘅廁所就細啲啦，裝咗座廁同洗手盆之後，就冇明確嘅淋浴位置。3間房由走廊貫穿，同客廳同向。我哋先睇近廳房，大約有60尺，房門靠邊開，開積都算是正。因為呢間房隻窗咧至中啦，所以如果喺呢邊擺衣櫃或者書台嘅話咧，咁就有機會係遮到隻窗，影響採光度。咁比較理想嘅家私擺法啦，就係將張床打橫擺喺窗前面。轉過去隔離間客房參觀下啦，大細同頭先我間差唔多，一樣係60尺，夠擺床、衣櫃同書台。呢間房隻窗個面積咧就比頭先參觀嗰間客房大啲，所以呢度嘅採光度都會好啲。客廁喺近廳房對面，有窗通風，採用企缸，牆身以木紋為主。最後睇埋主人房，有大約120尺，夠擺雙人床之餘，仲可以3邊落床。不過擺位嘅選擇就唔多啦。主人房咧其實2邊牆身都有窗，所以都會增加咗擺家私嘅難度。如果擺雙人床嘅話咧，就唯有只可以貼住呢邊牆身擺啦。套廁側邊嘅凹位預留嚟裝衣櫃。至於隔離嘅套廁設計風格同客廁一樣，同樣係明廁。不過除咗企缸之外，仲有埋浴缸。市區樓交通方便，不過坐落發展成熟嘅地區，景觀通常都會比較遜色一啲。喺景觀方面，朗然峰最大嘅缺口喺東北方，可以望到何文田配水庫，以綠化景色為主，係樓盤嘅一線景觀。呢一啲單位主要嚟自第1到第3座，以3房戶型為主。另外第5A 座扭向北面嘅單位，亦都可以望到呢個景色。
第二可取嘅景觀係維港以至到港島雙下嘅景緻，項目向南嘅高層單位就有機會望到啦。集中喺第一到第三座，最大嘅4房開積亦都擺咗喺呢一邊，即係話呢個景觀都係發展商覺得最優質。不過要留意嘅係，朗然峰離維港有一段距離，向呢邊嘅話，同時都會望到如一。若果係中低層單位，就未必望到開揚嘅維港景，或者會望朗然峰同埋如一嘅內園為主。相比之下，配水庫嘅景觀就冇遮冇擋，我自己就覺得更加有保障，更加值得選擇啦。同樣有機會望到維港景，仲有向東南方嘅單位，高層嘅話有機會先望黃埔花園，再遠望海景。相關單位分佈喺第5同第6座，不過若果係中低層嘅話，估計都係以內園為主。最後一類，亦即係最為遜色嘅景觀，係向西北方，以天柱嘅樓景為主。呢一啲單位主要分佈喺第5B、6A 同6B 座，以1、2房戶型為主，同時亦都係第一張價單主要涵蓋嘅單位。喺屋苑附近已經有唔少康樂設施，好似何文田公園、體育館等等。至於朗然峰自己嘅會所同埋園林面積，加埋有大概12萬尺，入邊有大約50米長嘅室外泳池，大約25米長嘅室內泳池、室內運動場、多用途宴會廳等等。另外，項目兩期自設264個車位，以990伙計，平均每3.7戶爭1個。交通方面，除咗一開始講過嘅何文田站，朗然峰附近都有巴士路線去尖沙咀或者其他地區。買方面，何文田本身冇咩大型商場，好似附近嘅愛民村商場，規模唔大，入邊有超級市場、賣日用品嘅鋪頭同埋一啲連鎖餐廳。呢一度都有街市，可以買到鮮活食材，滿足到日常嘅基本需要。想有多啲飲食同購物選擇，亦都可以搭1個站去到黃埔，嗰度嘅黃埔天地商店種類會更加多。校網方面，朗然峰坐落34小學校網同埋九龍城中學校網，入邊有多間名校，好似喇沙書院、協恩中學等等。大家對於今集嘅新盤有咩睇法，都可以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啦，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如果想知道多啲朗然峰嘅資訊，可以 scan 而家畫面見到嘅 QR code，又或者 click 入去 description box 嘅連結。